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麦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频道。上期视频啊，咱们用这种一问一答的形式聊了一下 401k 啊，401k。如果还没有看上期视频的小伙伴呢，欢迎去补课。那这期视频啊，咱们还是接着来聊这个话题。我入职的时候看到我们公司 401k 写的是4% matching dollar to dollar， 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意思啊，就是当你每个月从公司中啊拿出一部分放入你的 401k 账户的时候呢，公司啊会相应的给你一些补助。那这个补助的上限啊，就是你税前工资的4%，这也叫做 4% matching。那 dollar to dollar 的意思呢，就是当你投1块钱，那公司呢也会给你再补1块钱。咱们还是直接看图说话吧。比如你现在年薪10万美元，然后你的公司说我们的 policy 是4% dollar to dollar matching， 那你决定投4%，也就是说你一年存4000到你的 401k 账户里，那公司呢会再给你4%，也就是再给你4000，这样啊你一共就会得到8000。那如果你决定投5%，也就是说你一年存5000到你 401k 的账户里，那公司呢会根据4% dollar to dollar 给你再存4000，那你一年呢就能拿到4000加5000等于9000。那高于4%的那个部分呢，公司啊就不再进行补偿了。那如果你决定只投3%，也就是说你一年往你 401k 里面存3000刀，那公司啊只会给你3%的补助啊，也就是3000刀。这样一年呢，你可以一共拿到6000刀。这个就叫做 up to 4% dollar to dollar matching。4% 啊，就是在这里的上限。那像小夏的公司啊，他们公司其实福利比较好啊，就是他们的公司呢是5% dollar to dollar matching。那对于1分钱都不想投的员工呢，那他们公司也会白给你2%到你的 401k 账户里。这也就是说啊，如果在他们公司税前工资是10万，就算你1分钱不投，不划分在 401k 里面呢，一年你也可以能白拿2000美元。那像我之前的公司啊，其实福利就比这个要差很远啊。我们呢是4% dollar to 50 cents matching。这是啥意思呢？就是说啊，我投1块钱，公司给我补助5毛。那如果我的税前工资是10万美元，我投4%，也就是4000，那公司呢只会给我补助2000。这种啊就算是福利比较一般的公司了。其实 401k 啊，在公司的这个薪酬体系中啊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啊，这是你的福利。当你入职前啊，这些事情都一定要谈好，擦亮你的眼睛。那我们公司提供的 matching 算不算在19500刀里面呢？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！公司的 matching 是不算在 IRS 的 limitation 里面的，也就是 IRS 的19500的这个 bar 这个 limits 只是针对个人存款部分。也就是说，你如果 401k 存满19500，公司根据 matching， 比如说再多给你了5000刀，你的账户呢就会变成24500刀。虽然总体来说啊，这个本金成本已经超过了 IRS 的这个19500的上限，但是你个人投的部分啊却没有超，所以这是完全可以的，是完全合法合规的。401k 我到底应该投多少合适呢？这个啊就要看个人了。但是我拿我自己举例啊，我的一条底线就是起码要把公司的这个 matching 部分给拿满吃满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公司给我 matching 4%，那我起码要投到4%。这个是我毕业之后工作6年以来个人的一种投资方式。而且啊，这是白拿的钱啊，不拿白不拿呀，同学们。而且咱们这么想啊，这个是100%的 return 回报率啊。我投4000，公司再白给我4000，多好呀！我现在需要钱了，我要买车买房娶媳妇儿，我能提前取出来这个 401k 吗？可以的。这里有一个词啊，叫做 hard withdrawal。401k 啊，依然是你的钱啊，你想什么时候取都可以。但是当你取出来的时候， 401k 会按照你当时的这种收入水平来进行缴税。咱们还是拿之前上集说的小明的这个例子啊，有一天他突然决定不做单身狗了，想娶媳妇儿，他决定拿出一部分401k 的钱，
那它取出来这部分呢，就要按照它之前的收入 8.63% 的税率来进行缴税。那这个税率还是比较高的啊。同时啊，它还需要额外的付 10% 的惩罚税。国税局 IRS 在这边呢规定了一部分的特例啊，是可以不交这 10% 的惩罚税的。在这里呢，我给大家简单的罗列了一下 401k 提前取出来且不需要交 10% 惩罚税的情况啊。基本上我觉得跟大家最贴切的就是这个 rollover 了。这个呢我们在上期的视频其实也已经提到，也就是说啊，如果你换了新的工作，你把你的旧的 401k 账户从旧雇主那里转到新雇主的下面，这个动作是不需要交任何的惩罚税和收入税的，毕竟你什么都没有取出来嘛。其他的呢，这里还有一些比较极端的例子啊，就是像伤残啊、离婚啊，甚至是死亡。其实大家在这里也可以看到啊，多数的可以提前取出来且不用交罚款的情况呢，都不是什么好事儿啊。IRS 国税局的这个设计呢，其实也是说，当 401k 的这个账户的主人突发了一些极端的情况，急需用钱，必须用钱才能取出来。他们的本意呢，也是想让大家啊多存一些退休金，别就是在退休之前就把退休金全都给花光了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同学对于存不存 401k 啊，其实是非常的犹豫的啊。毕竟有些人呢是打算在美国这边工作几年之后，最后呢还是要回国的。那可能 401k 存的不多，或者是有的人就干脆不存，这都是人之常情啊，是很好理解的。总之，在多数的情况下，提前取出来自己的 401k 是可以的，但是要交罚款，所以啊，大家一定要慎重再慎重。最后一问了， 401k 的历史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呗。其实啊 401k 这个历史并不长啊，它是1978年才出台的一条法律，而到1980年的1月1号才正式实施。算到今天啊，其实也只有短短的40年的历史。这个法律一开始的时候呢，只是针对公司的那些高管的年终奖，意思呢就是他们可以把他的每年的年终奖放到一个特定的避税账户，然后等他们到达了退休的年龄啊再取出来。但是对于普通的工作大众来说呢，其实这个并没有什么用啊，因为并不是人人都有这种大额丰厚的年终奖来享受避税福利的。所以在1981年的时候，美国的国税局啊就修改了这条法律，表示普通的员工也可以就是存一部分工资到特定的这种避税账户，等到退休的年龄呢再取出来，这个就是 401k 的雏形。那这个修正案啊，才真正的为广大的员工打开了大门，变成了今天大家都耳熟能详的 401k。那今天呢，咱们对于 401k 的介绍啊，就到这里了。我在这里呢，想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预告吧。下期的视频里啊，我会跟大家聊一聊 401k 的钱都应该用来买什么样的基金，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事项。那如果大家对 401k 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啊，也欢迎留言告诉我，我会安排在之后的视频做出解答。希望我们的视频呢对你有所帮助，也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。那今天咱们就先聊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